台湾从哪里来，将往何处去？当海平面下降100米，台湾和福建就会连成一片，台湾海峡将彻底消失。这可不是科幻，而是发生在大约2万年前的真实事件。当时地球正值冰期，大量海水被冰结在南北两极，海平面因此下降。来自祖国大陆的先民由此开启了向台湾的迁徙。之后冰期结束，海平面上升，但风浪再起的台湾海峡已经无法阻挡更大规模的迁徙。接下来，我们将为你讲述台湾诞生的故事和未来。狂风、巨浪，台湾海峡最窄处仅约126公里。如果有一条海底高铁隧道，只需要短短20多分钟，就可以从大陆抵达台湾。但是如此狭窄的海峡却会形成狭管效应，让经过海峡的风加速，狂风又掀起巨浪，形成一道天堑。但早在大约7000年前，就有极少数大陆先民成功跨越海峡抵达台湾岛。迎接他们的是一片广阔的新天地，一座相当于今天2个北京、5个上海、18个深圳的海上巨岛。这还是一个飘雪的热带亚热带岛屿。玉山以3952米的海拔直插冰雪云端，夺得中国东部最高峰的桂冠。不止如此，200多座3000米级的山峰，50多座3500米级的山峰，让台湾成为了世界上高山最密集的岛屿之一。高山深谷将先民分隔在不同的环境中，演化出众多族群，至今仍有10多个。从大陆渡海而来的部分族群更以台湾为起点，向大洋迁徙，最终演化出遍布太平洋的南岛语族。尽管部落众多，但在明代以前，台湾还是人烟稀少之地。明末，地狭人稠的福建沿海商队百姓渡海去台湾。时值大航海时代，台湾因扼守东亚贸易的黄金水道，赢得欧洲殖民者垂涎，东西势力再次交锋，郑成功击败侵略者，收复台湾。再之后，清朝统一台湾。于是，更多粤民百姓开始向台湾海峡发起冲锋。他们知道路途艰辛，九死一生，所以带着家乡的神灵一道出发，以求平安。福建、广东的信仰由此遍布台湾。泉州3邑人的龙山寺观音，同安人的保生大帝，安溪人的清水祖师，漳州人的开漳圣王，广东客家人的三官大帝，潮州人的三山国王，就连台湾各地的城隍也普遍是从大陆请来。上岸后，他们将遇难者奉为神灵，年年祭奠，视为有因公。蛮荒年代，台湾瘟疫横行，他们制造大船，然后烧毁，将瘟神送回天庭，视为烧王船。各行各业三教九流，仰仗关公保佑。田头村尾则有着最基层的神仙土地公守护。超过1000岁的海神妈祖，更是成为超越所有神灵的普遍信仰。于是，大大小小数万间寺庙济济一岛。世界上很难找到第2个岛屿的神灵数量像台湾岛这样庞大。神灵庇佑下，人们靠着自己的双手耕耘收获，创造安稳的生活。鸦片战争前，台湾生产的米粮、蔗糖已经大量供给大陆。一代代人的精耕细作，让台湾在200-300年的时间里，便加速进入近代社会，人口暴增10多倍。这背后所有神的奇迹，都是人的奋斗，是芸芸众生的拼搏孕育了宝岛。但是时代已经不允许台湾按照既定的轨道前行，太平洋上更大的风暴正在掀起，更凶猛的侵略者已经露出獠牙。
这片陡崖几乎直上直下，而在海面之下，陡崖依然在继续延伸，深度超过4000米。几十米深的台湾海峡已经完全无法比拟。这就是直面太平洋的台湾东海岸，也是太平洋上众多台风登陆的地方。大洋的超级风暴来了。晚清时期列强入侵，台湾岛作为中国东南平藩的作用凸显。以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为主的清朝官员抗击侵略，开始加速建设台湾。你认为中国第一条铁路隧道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台湾狮球岭隧道。你认为中国最早自主创办的邮政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台北邮政总局。台湾由此成为当时中国最为进步的省份之一。但是，随着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击败，台湾被迫割让。如今看起来郁郁葱葱的阿里山，大部分树龄其实不超过70年。日本殖民时期，许多上百年、上千年的古树被砍伐一空，台湾成了日本的资源库以及侵略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基地。台湾人则成了二等公民。面对侵略，更多人坚持守护家园。他们拿起武器，奋起抗争，是最血性的台湾人。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，台湾光复，民众是不分昼夜的狂欢不已，普遍欢腾到浑然忘我。然而，太平洋的风暴依然没有结束。1949年，国民党集团败退台湾。1950年，美国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，两岸从此分隔。祖国大陆和台湾的未来究竟在哪里呢？首先，我们要明白两岸分隔的本质是什么。是中国从清末以来上百年的混乱和衰落，让侵略者有机可乘。是新中国成立后，霸权主义国家阻挡中国的复兴和崛起。台湾历史上2次收复都是击败列强的结果。郑成功打败荷兰人收复台湾，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，台湾光复。回顾过去，最重要的遗憾是什么呢？当辈不见九州同啊！中国2个字刻在我心里的。太平洋不相信眼泪，只有自己成为巨龙，才能遨游大洋。而当两岸经济共同发展，祖国实现完全统一，便是巨龙腾飞的时刻。我觉得中国应该强起来，这么优秀的民族为什么不强起来？我还是要说一下。在台北有一个浓缩的中国地图，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为中轴线，划分了台北4大区域。和中国大陆地理方位相呼应，将祖国的山河故土标记在台湾的土地上。行走在街巷中，是扑面而来的熟悉感和化不开的乡愁，因为我们走过的是同一片山河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下个月星球研所即将迎来9周岁生日，我们计划用一场直播和粉丝进行一次公开的交流。有什么想问的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不见不散。